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同学聚会，女友在众人的起哄下，和她的前男友玩起了亲吻游戏，全场死寂，所有人都看我笑话，我却笑着带头鼓掌。精彩，再来一个！作为分手纪念，我决定把去年以他名字买的那套房，今天就过户给他这位优秀的前男友。恭喜你们终成眷属！全场再次死寂，女友和她前男友的脸比调色盘还精彩，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包厢里霓虹灯光怪陆离的闪烁，酒精和荷尔蒙在空气中发酵，一群毕业多年的老同学借着几分醉意放肆的起哄。被围在中心的是我的女友许晴和她的大学前男友顾城。顾城端着酒杯，眼神迷离又带着几分挑衅，一手已经半搂住了许晴的腰。他曾是大学里的风云人物，学生会主席，家境优渥，也是许晴公开承认刻骨铭心的初恋。而我上官宇在大学里只是个默默无闻、埋头于图书馆和兼职的普通人，所有人的目光都像探照灯一样，在他们两人和我之间来回扫射，那眼神里充满了看好戏的幸灾乐祸。上官宇，你不会那么小气吧？大家就是玩个游戏，图个乐子吗？一个叫王丽丽的女同学是顾城的头号拥趸，此刻正阴阳怪气地朝着我喊：就是啊，男人大度点。晴晴和顾城当年可是金童玉女，现在见个面开个玩笑怎么了？我没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许晴，她脸颊绯红，眼神躲闪，却没有推开顾城的手。她的身体语言已经说明了一切，半推半就，欲拒还迎。她甚至不敢看我。那一刻，我心底某个地方发出了一声清脆的碎裂声。我和许晴在一起3年，3年来，我从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拼到现在在滨城这座1线城市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我自问对他倾尽所有，百依百顺。他喜欢名牌包，我加班加点1个月工资给他买下。他说想要一个家，我掏空所有积蓄，又跟亲戚朋友借了一圈，凑够首付，买下了一套江景房，房产证上只写了他一个人的名字。我以为我的付出能换来他的真心，我以为我们马上就要结婚，拥有美好的未来。原来一切都只是我以为。在顾城出现的瞬间，我所有的努力都变成了一个笑话。眼看着顾城的嘴唇越来越近，许晴象征性地抵抗了一下，便闭上了眼睛。全场的气氛达到了顶点。就在他们嘴唇即将碰上的瞬间，我站了起来，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我身上。他们以为我要暴怒，要掀桌子，要上演一场难堪的男2号抢亲失败的戏码。连顾城都停下了动作，饶有兴致地看着我，嘴角挂着一丝胜利者的微笑。我笑了，我甚至还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西装领口，慢条斯理地举起双手，清脆地鼓起了掌。啪啪啪，掌声在喧闹的包厢里显得格外突兀，所有人都懵了。精彩！我脸上的笑容灿烂得像夏日正午的阳光，真的太精彩了！旧情复燃，破镜重圆，多感人的戏码啊！我看着脸色开始发白的许晴和一脸错愕的顾城，提高了音量。既然气氛都到这儿了，我也不能小气。这样吧，为了庆祝你们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也作为我和许晴小姐的分手纪念，我郑重宣布一个决定。我顿了顿，满意的看着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去年，我送给许晴一套位于滨江1号的房子，
房产证上是他的名字，大家应该都知道吧？这话一出，不少人露出羡慕、嫉妒、恨的表情。滨江1号，滨城顶级豪宅之一，寸土寸金。许晴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或许他以为我要说些服软的话来挽回。顾城的脸上则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贪婪。我环视全场，然后将目光最终锁定在顾城那张自鸣得意的脸上，一字一句地说道：“我决定今天就办手续，把这套房子无偿过户给你，顾城先生，恭喜你！不但赢回了美人心，还顺便获赠一套千万豪宅。来，大家一起鼓掌，祝贺他们！”说完，我再次带头，热烈的鼓掌。这一次，全场死寂，落针可闻的死寂。所有人都像是被施了定身法，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而许晴和顾城，他们的表情像是打翻了的调色盘，从震惊到错愕，到狂喜，再到深深的难以置信和一丝恐惧。精彩，实在是太精彩了！上官宇，你疯了！你说什么胡话？最先打破死寂的是许晴，她的声音尖锐，带着一丝歇斯底里的颤抖。她终于推开了顾城，踉跄着朝我走来。你喝多了是不是？别在这里发酒疯！他试图来拉我的胳膊，眼神里满是慌乱。我轻轻地，却又无比坚定地拨开他的手，脸上的笑容不变。我没疯，也没喝多，我说的每一个字都算数，在座各位同学都是见证人。我转向顾城，他此刻的表情非常复杂，既有被天上掉下的馅饼砸中的狂喜，又有一丝对我的警惕。顾城，哦不，我该叫你一声顾总了。我微笑着说，千万豪宅，拎包入住，当然，前提是你得敢接。我的话像一颗重磅炸弹，彻底炸翻了整个包厢。我操，真的假的？上官宇这么猛？滨江1号的房子啊，说送就送，这得多少钱啊？许晴这下赚翻了啊！不仅跟初恋复合，还白得一套房。王丽丽第一个反应过来，她兴奋地推了一把还在发愣的顾城。顾城，你还愣着干嘛？快谢谢上官宇啊，这可是天大的好事。顾城被他一推，像是回过神来，他清了清嗓子，努力装出一副沉稳的样子，但眼里的贪婪和得意怎么都掩饰不住。上官宇，既然你这么有诚意，那我就却之不恭了。他走到许晴身边，再次将她揽入怀中，示威似的看着我。晴晴本来就该跟我在一起，至于房子，就当是你这几年对她的一点补偿吧。补偿，说得真好听。我心中冷笑，面上却不动声色。当然，补偿，不过口说无凭。为了表示我的诚意，也为了让你们安心，我们现在就立个字据。说着，我从我的公文包里拿出纸和笔，这是我多年的习惯，随身携带，以备不时之需。没想到今天用在了这种场合，我刷刷刷的在纸上写了起来：赠与协议，本人上官宇自愿将名下由许晴代持的位于滨江1号一栋1801室房产，无偿赠与顾城先生，即日生效，立据为证。我写完，吹了吹未干的墨迹，然后递到他们面前，签吧。签了字，这房子就是你的了。我上官宇说到做到，绝不反悔。顾城看着那张纸，呼吸都变得粗重了。他一把夺过来，像是怕我反悔似的，迅速在下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签完，他还得意洋洋地把协议展示给众人看，大家可都看着呢。白纸黑字，上官宇，希望你是个男人，别事后耍赖。我淡淡一笑，放心，我比你更像个男人。
许晴在一旁，脸色变了又变，她看看我，又看看一脸狂喜的顾城，嘴唇蠕动了几下，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他的眼神里那份因为突如其来的财富而产生的贪婪，已经压倒了所有的不安。他大概以为我是受了刺激，一时冲动，他更以为他抓住了我最大的弱点，对他的爱。他觉得就算我今天说了这话，明天清醒过来，他只要稍微哄一哄，我就能把一切收回。可惜他错了。从他闭上眼睛准备迎接顾城那个吻开始，他在我心里就已经死了。我收回那张签了顾城名字的协议，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然后拿起我的公文包，转身就走。上官宇，你去哪？许晴在后面喊道。我没有回头，只是举起手挥了挥，声音清晰地传遍整个包厢。去给你们腾地方，毕竟你们今晚就可以入住新家了。对了，我走到门口，忽然想起了什么，转过头对包厢里所有目瞪口呆的同学说：今天的单我买了，大家吃好喝好，就当是随我的份子钱了。说完，我拉开门，在所有人复杂的目光中，头也不回地离去。走出 KTV，槟城的夜风带着一丝凉意，吹在脸上，却让我感觉无比清醒。我掏出手机，没有理会上面已经开始疯狂轰炸的来自许晴的电话和微信，而是拨通了另一个号码。电话很快接通，传来一个沉稳干练的女声：上官先生，晚上好。韩律师，晚上好。我靠在栏杆上，看着脚下城市的车水马龙，之前委托你准备的东西可以启动了。电话那头的韩律师似乎有些惊讶：您确定吗？不再考虑一下了？我看着远处滨江1号那栋在夜色中闪闪发光的大楼，嘴角的弧度越来越冷。不用考虑了，我一字一句地说道。通知对方，明天上午10点准时到房管局。另外，把那份代持协议的复印件连同律师函一起发给一个叫顾城的人。好的，上官先生。挂掉电话，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许晴，顾城，你们真的以为我上官宇是靠冲动和意气用事活到今天的吗？你们以为的千万豪宅，不过是我为你们精心准备的一副黄金枷锁。好戏才刚刚开场。回到我暂时落脚的酒店，手机已经被许晴的夺命连环 call 打得快没电了。我插上充电器，点开微信，未读消息99+，点开他的头像，满屏都是类似的质问和安抚。上官宇，你到底在搞什么鬼？你快回来！你是不是喝多了？别闹了，同学们都看着呢。我知道错了，我不该跟顾城玩那个游戏，都是他们起哄的。房子是我的，你凭什么送给别人？房产证上是我的名字。阿宇，我们3年的感情，你不能这么对我。你快接电话啊！看到最后几条，我笑了。他终于露出了最真实的嘴脸，前面那些服软和道歉，都不过是为了最后那句房子是我的。3年的感情，在千万豪宅面前一文不值。我没有回复，而是将他和顾城签的那份赠与协议拍了张照片，然后打开同学群发了出去。瞬间，原本已经沉寂的同学群炸了。卧槽，真签了啊！上官宇牛逼，说到做到。顾城这运气也太好了吧，直接起飞了啊！王丽丽立刻跳了出来，发了一连串幸灾乐祸的表情。有些人啊，就是打肿脸充胖子，为了面子连家都不要了。我们顾城和晴晴就等着明天收房喽。上官宇，多谢款待。顾城也在群里发了个得意的表情。
配文承让，而许晴则彻底疯了。他发了一长段语音，声音又哭又骂：上官宇，你这个王八蛋，你有什么权利把我的房子给别人？我要告你，你给我等着！看着群里的闹剧，我关掉手机，洗了个澡，躺在柔软的大床上，一夜无梦。这是3年来我睡得最安稳的一觉。第二天一早，我被韩律师的电话叫醒。上官先生，对方已经收到律师函了。许小姐的电话打到我这里来了，情绪非常激动。韩律师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冷静。他怎么说？他坚称房子是您赠与他的个人财产，与您无关，并且威胁说，如果我们再骚扰他，他就要报警。很好，我穿上衣服，走到窗边，看着楼下车水马龙。顾城呢？有什么反应？顾先生那边还没动静。我笑了笑，别急，他会比许晴更着急的。挂了电话，我悠闲地去酒店餐厅吃了个早餐，然后不紧不慢地开车前往滨江1号。我的车刚开到小区门口，就被保安拦下了。先生，对不起，没有业主的允许，您不能进去。我还没说话，就看到许晴和顾城从小区里走了出来。许晴的眼睛又红又肿，显然一夜没睡好，而顾城则是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他搂着许晴的肩膀，仿佛在宣示主权。上官宇，你来干什么？顾城看到我，率先发难。这里现在不欢迎你，这房子已经是晴晴的了，很快就是我的，你最好识相点，别来自取其辱。许晴也咬着牙，恨恨地瞪着我。上官宇，我没想到你这么卑鄙，用这种方法来逼我。我告诉你，不可能，房子是我的，谁也抢不走。看着他们俩同仇敌忾的样子，我突然觉得无比可笑。谁说我是来抢房子的？我慢悠悠地从车里下来，靠在车门上。我是来帮你们搬家的。我指了指不远处一辆缓缓驶来的大型货车，车身上印着某某搬家公司的字样。顾总财大气粗，想必看不上我那些便宜东西，我叫人来清空，方便你们尽快入住。许晴和顾城的脸色都变了。上官宇，你敢！许晴尖叫起来，房子里的东西都是我的。哦，我挑了挑眉，你的意思是沙发、冰箱、电视、床、衣柜，包括你衣帽间里那几百个包和几百双鞋，都是你买的？许晴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这3年来，她就是一个全职女友，收入为0，家里大到几万块的家电，小到几十块的牙刷，全都是我买的。那也是你送给我的。他强词夺理，赠与大额财物，我是可以撤销的。我身后的一个声音冷静地响起，韩律师带着他的助理，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了我身边。他推了推眼镜，将一份文件递到许晴面前。许小姐，这是上官先生在这套房产内所有个人购置物品的清单及付款凭证。根据法律，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现在上官先生决定撤销这些动产的赠与，我们有权将它们全部搬走。接着，韩律师又看向顾城，递上了另一份文件。顾先生，这是我们律所给您发的律师函，关于您昨天签署的那份所谓的赠与协议，我必须提醒您2点。第一，这套房产虽然登记在许小姐名下，但实际上是我当事人上官宇先生全款出资购买。我们手上有充足的证据，以及一份由许小姐亲笔签署的并经过公证的房产代持协议，证明她只是名义上的产权人。
真正的所有者是上官先生。什么代持协议？许晴和顾城同时失声尖叫。许晴的脸瞬间变得煞白，毫无血色。她死死地盯着我，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难以置信。不可能！你什么时候？我看着他，淡淡的说道：签购房合同那天，你光顾着高兴，没仔细看自己签了什么吧？那份协议，一式3份，我们双方各一份，公证处1份，你想赖也赖不掉。这是我为自己留的最后一道防线。当时许晴撒娇说，房产证上写她的名字，她才有安全感。我答应了，但留了一手。商场如战场，我从不打无准备之仗，感情也一样。我曾以为这道防线永远不会被启用。顾城此刻的脸色比许晴还要难看，他拿着律师函的手在微微颤抖。韩律师没有理会他们的震惊，继续用他那毫无感情的语调说出了更致命的一击。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您昨天签的那份赠与协议，写的是本人上官宇自愿将名下由许晴代持的房产无偿赠与顾城先生，看清楚了吗？我当事人赠与的是由许晴代持的房产，也就是说，他赠与的是这个房产的所有权，但前提是这个所有权必须首先从代持人许小姐那里合法地、无争议地回归到我当事人上官宇先生名下。韩律师顿了顿，镜片后的目光锐利如刀。而现在，代持人许小姐拒不配合过户，并声称房产是她的个人财产，这就导致了赠与的前提条件不成立。所以，上官先生现在正式通知你，顾先生，那份所谓的赠与协议，因赠与标的物存在严重权属争议，暂时无法履行。如果您和许小姐能先解决这个权属问题，让房产顺利回到上官先生名下，那么他很乐意兑现承诺，再把房子赠与给您。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过真的要把房子送出去，我只是挖了一个坑，一个让他们自己跳进去，然后狗咬狗的坑。我给顾城的不是一套房，而是一个拿到这套房的权利。但这个权利需要他去撬开许晴的嘴，让许晴承认自己只是个代持人，把房子还给我。可一旦许晴承认了，那他就彻底失去了这套房子。一个贪得无厌，以为房子是自己的女人，一个利欲熏心，以为能白得一套豪宅的男人。我把他们俩用一份荒唐的协议牢牢地捆在了一起。现在球踢到了你们脚下，想拿到房子吗？顾城，去说服你的真爱许晴，让她放弃千万豪宅吧。而你，许晴，你愿意为了你的金童玉女初恋，放弃这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吗？我看着他们俩瞬间从同仇敌忾的爱侣变成了互相猜忌的仇敌，心中畅快无比。顾城死死地盯着许晴，眼神里充满了愤怒和怀疑。许晴，到底有没有代持协议这回事？许晴浑身发抖，嘴唇哆嗦着，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知道他在撒谎。当初签协议的时候，我跟他解释过，只是他被即将拥有豪宅的喜悦冲昏了头脑，根本没往心里去，或者说他从一开始就没安好心，以为那份协议只是废纸一张。不知道。顾城冷笑一声，他不是傻子，他看得出许晴在心虚。好得很，你们俩合起伙来耍我。我没有。顾城，你相信我。许晴急得快哭了，拉着顾城的胳膊。顾城一把甩开他，相信你？我怎么相信你？除非你现在就把房子过户给我，
我怎么过户给你？房子现在在我名下，上官宇才是那个骗子。许晴也崩溃了，指着我大骂。我抱着胳膊，像看戏一样看着他们内讧。两位慢慢吵。我挥了挥手，对搬家公司的工人们说：师傅们可以开工了，把我名下的东西一件不留，全都搬出来。搬家公司的工人们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一声令下，立刻鱼贯而入。许晴想上去阻拦，却被韩律师的助理拦住了。许小姐，请您冷静，如果您妨碍我们执行合法权利，我们会立即报警处理。很快，我买的那些名贵的家具、家电、装饰品被一件件地搬了出来。许晴的那些限量款包包、鞋子、衣服也被装进一个个大箱子里，像垃圾一样堆在路边。许晴瘫坐在地上，看着自己一手打造的奢华生活，在短短半小时内被清扫一空，变成了一个空壳子。他终于发出了绝望的哭嚎，而顾城则在一旁冷冷地看着，眼神里再也没有了半分爱意，只剩下算计和冰冷。他知道，想从我这里拿到房子，他必须先搞定许晴。一场好戏落幕了，但另一场更精彩的戏才刚刚拉开序幕。接下来的几天，我的世界清静了，许晴和顾城都没有再来烦我，但我的朋友林浩，一个和我关系不错的大学同学，给我发来了前方的战报。兄弟，你这招太狠了，现在顾城和许晴天天在那个空房子里吵架，整个楼层都听得见。顾城逼着许晴承认有代持协议，然后把房子过户给你，他好来领赏。许晴死活不承认，咬定房子就是他的，还骂顾城是为了房子才跟他在一起。据说前天晚上还动手了，许晴脸都抓破了，闹得邻居报了警。我看着林浩发来的微信，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我不要他们的道歉，也不要他们的忏悔，我要的是让他们在无尽的贪婪和猜忌中互相折磨，互相毁灭。他们还去同学群里闹了。林浩又发来一张截图，截图里王丽丽还在为顾城鸣不平，上官宇也太不是个东西了，耍人玩呢，说好送房子，结果搞这么一出。下面有几个同学附和，但更多的人选择了沉默。毕竟事情发展到现在，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是许晴和顾城咎由自取。尤其是我公布了代持协议的存在后，舆论的风向已经开始偏向我。顾城也在群里卖惨，我真是瞎了眼，错信了小人。大家以后交朋友可得擦亮眼睛。许晴则没再出现过，估计是没脸了。我回复林浩，让他们闹，闹得越大，摔得越惨。又过了一个星期，韩律师再次联系我，上官先生，事情有新进展。顾城单方面联系我们，表示他愿意配合我们，说服许小姐履行代持协议。哦，他有什么条件？我一点也不意外，他希望在您收回房产后，能履行之前的赠与协议，将房产的50%，也就是一半产权赠与给他，作为他这次策反许小姐的报酬。我差点笑出声，这个顾城真是把厚颜无耻4个字发挥到了极致。他这不叫策反，这叫投机。眼看着从我这儿拿不到完整的房子了，就开始打别的主意，想联合我去坑许晴。韩律师，你怎么看？我问道。我的建议是答应他。韩律师的回答让我有些意外。为什么？上官先生，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收回房产。现在许小姐拒不配合，走法律程序，虽然我们稳赢，但流程长。
耗时耗力。如果顾城能从内部瓦解他，让他主动放弃，对我们来说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方式。至于那50%的产权，韩律师顿了顿，声音里带了一丝笑意。合同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可以在新的赠与合同里设置一些有趣的条款。我立刻明白了韩律师的意思。好，就按你说的办。你来起草合同，务必让他找不到任何漏洞。明白。2天后，在韩律师的律所里，我见到了顾城。他看起来憔悴了不少，眼圈发黑，但眼神里闪烁着一种孤注一掷的金光。他没有看我，而是直接对韩律师说：“合同呢？让我看看。”韩律师将一份早就准备好的合同推到他面前。顾城逐字逐句地看得非常仔细，生怕里面有坑。看了足足半个多小时，他还叫来了自己的律师朋友电话确认。最终，他露出了满意的表情。合同写得很清楚，只要顾城能让许晴在本月内配合完成房产过户，将房产归还于我名下，我便在拿到房产证的3天内，将该房产50%的份额赠与顾城，并办理加名手续。合同条款清晰，权责分明，看起来天衣无缝。好，我签。顾城拿起笔，痛快地签了字。我看着他，忽然开口道：“顾城，你这么做对得起许晴吗？他毕竟跟你一场。”顾城签名的手顿了一下，随即冷笑一声：“他对得起我吗？他明明知道有代持协议，还瞒着我，把我当猴耍。要不是你还有点用，我早跟他一刀两断了。这种为了钱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女人，不配谈感情。”他说的义正辞严，仿佛自己才是受害者。我心中只觉得可悲又可笑。你又是什么好东西呢？你接近他，不也是为了我那套房子吗？狗咬狗，一嘴毛，真是绝配。我没有再说话，只是示意韩律师收好合同。接下来就是看顾城如何表演了，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总觉得同学会那天，顾城对我的敌意不仅仅是因为许晴，他的眼神里有一种深藏的嫉妒和怨恨，似乎不仅仅是情敌之间的，这让我有些在意。我给林浩打了个电话：“林浩，帮我个忙，你去打听一下，顾城毕业后这几年都在做什么，越详细越好。”“行，包在我身上。不过你问这个干嘛？他现在就是个跳梁小丑，不值一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淡淡地说：“我有一种预感，他不会这么轻易善罢甘休的。顾城的效率很高，或者说他对金钱的渴望让他爆发出了惊人的行动力。”仅仅3天后，我就接到了韩律师的电话，许晴同意配合过户了。约定的那天，我再次在房管局见到了许晴。她瘦了一大圈，脸色蜡黄，眼神空洞，像一朵被暴雨摧残过的花，失去了所有的光彩和生机。她看到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低下头，沉默地在一份份文件上签字，按手印。我注意到他的手腕上有一道淡淡的淤青。顾城站在他身后，像一个监工，死死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他看我的眼神则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和掩饰不住的得意。他大概以为自己才是这场战争的最终赢家，既摆脱了许晴这个麻烦，又能兵不血刃地拿到半套千万豪宅，整个过程异常顺利。当工作人员将崭新的只写着我上官宇一个人名字的房产证交到我手上时，我知道这场闹剧的第一幕终于落下了帷幕。顾城迫不及待地走上前来，搓着手，
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容。上官，不，宇哥，你看，我们是不是该履行下一份合同了？当然。我将房产证递给韩律师，然后对顾城说：“3天内，韩律师会通知你来办理加名手续。”哎，好，好，宇哥果然是信守承诺的君子。顾城喜不自胜，我看着他那副嘴脸，心中只有冷笑。君子，对付你这种小人，我从来不当君子。离开房管局后，许晴像个游魂一样，独自一人失魂落魄地往前走。顾城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就钻进自己的车里，哼着小曲走了。路过许晴身边时，我的车速放慢了一些，他也看到了我，我们四目相对，他的眼神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娇蛮和任性，只剩下无尽的悔恨和绝望。我摇上车窗，踩下油门，绝尘而去。对他，我没有丝毫的同情。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今天的结局是他咎由自取，怨不得任何人。3天后，顾城如约来到了韩律师的律所，他满面春风，甚至还特地做了个发型，穿上了他自认为最贵的西装，一副马上要走上人生巅峰的样子。韩律师，我来了，今天就是我顾城翻身的日子啊！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顾先生，请坐。韩律师面无表情地将一份文件推到他面前，这是加名需要您签署的文件，请您过目。顾城拿起来，草草地看了几眼，就准备签字。反正最重要的部分，上次已经确认过了。等一下，韩律师忽然开口。怎么了，韩律师？顾城停下笔，韩律师推了推眼镜，又递给他一份文件，准确地说，是一份账单。在您签字之前，按照上官先生的吩咐，我需要向您出示一份关于这套房产的负债清单。负债清单？顾城愣住了，什么意思？意思是，韩律师的语调毫无波澜，却像一把冰冷的刀子，剖开了顾城的美梦。这套房产目前存在一些债务，按照您签署的合同，您将获得这套房产50%的份额，那么您也需要承担其50%的债务，这是权利和义务的对等。顾城的脸色开始变了。债务？什么债务？买房子的钱不是上官宇全款付清了吗？购房款确实是付清了。韩律师点点头，但是上官先生为了购买这套房子以及后续的装修和家具购置，向他的亲朋好友以及数家小额贷款公司借了一笔钱。说着，韩律师将一叠厚厚的借款合同和银行流水拍在桌子上，其中包括向其舅舅借款200万元，月息1分；向其大学导师张教授借款100万元，无息，但需在收回房产后1年内还清；向某某普惠金融借款300万元，年化利率18%；向某某信贷借款200万元，年化利率22%。韩律师每报出一个数字，顾城的脸就白一分。所有借款合同都经过了公证，银行流水清晰可查，每一笔钱的最终去向都指向了用于支付滨江1号的房款及相关费用。总计，这套房产目前附带的债务为800万元整。根据合同，您需要承担其中50%的债务，也就是400万元，并且韩律师补充道，由于之前许小姐的违约行为，导致部分贷款已经逾期，产生了一定的罚息，这些也需要您和上官先生共同承担。顾城彻底傻了，他像一尊石化的雕像，呆呆地坐在那里，嘴巴张得老大，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400万，他以为自己是白得半套千万豪宅，结果是白得了一个400万的债务炸弹。滨江1号的房子市价大约在1600万左右，一半就是800万，减去400万的债务，他确实还赚了400万。但问题是，这400万是纸面财富，他得先拿出真金白银的400万去还清那些债务。他哪里有400万？不可能！顾城猛地站起来，面目狰狞地嘶吼：“这是陷阱，是上官宇的陷阱！你们是骗子！”韩律师冷静地看着他：“顾先生，请您注意您的言辞，我们所有的文件都合法合规，您也可以请您的律师来核实。当初的合同里只写明了赠与您50%的房产份额，可没写是无负债的份额，这是2个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您自己看合同看得不仔细，怨不得别人。”顾城抢过合同，哆嗦着手翻到那一页，上面白纸黑字，清清楚楚，他又被耍了。这就是我为他准备的第2个大礼，也是我为他设下的最终的陷阱。我就是要让他从天堂的顶端瞬间坠入地狱。这种巨大的落差，比一开始就告诉他真相要痛苦1万倍。我不签，我不接受。顾城把合同撕得粉碎，状若风虎，告诉上官宇：“我跟他没完！”他嘶吼着冲出律所，像一条被抽了筋的丧家之犬。韩律师看着地上的纸屑，calmly地拨通了我的电话：“上官先生，鱼上钩了，也跑了。和他签的那份加名合同，他撕了。”我正在健身房里挥汗如雨，听到这个消息，我拿起毛巾擦了擦汗，心情舒畅。很好，把碎片收好，存档，这可是他自己放弃权利的证据。明白。另外，我说道，把他今天在律所大闹的监控录像拷贝一份，我稍后有用。挂掉电话，我看着镜子里那个充满力量的自己。顾城，你以为这就完了吗？你以为撕了合同就可以当作什么都没发生吗？你错了，你帮我收回了房子，这个功劳我可不能让你白费。你的噩梦现在才真正开始，而且我已经找到了你的死穴。林浩的调查结果比我想象的还要有趣。顾城毕业后靠着家里的关系进了一家不错的国企，但他心高气傲，眼高手低，干了2年就嫌工资低，晋升慢，辞职了。辞职后，他学别人搞投资，结果把家底赔了个精光。他父亲一气之下停了他所有的卡，所以同学会上的他表面风光，其实是个外强中干的落魄户。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对我的房子那么渴望。但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林浩查到顾城最近正在拼命争取一个项目，一个由市里主导的针对青年创业的扶持项目——青云计划。这个计划的负责人是滨城科创委的一位副主任，而这位副主任手下最得力的干将，也是这个项目的主要评审官之一，恰好是我的大学导师张教授，就是我对外声称借了我100万的那个张教授。一切都串起来了，我终于明白顾城对我的恨意从何而来。他大概是从什么渠道得知了我这几年和张教授走得很近，并且事业风生水起。他嫉妒我，又需要讨好张教授来拿到项目，所以在同学会上，他一方面想抢回许晴，在情场上羞辱我，另一方面恐怕也是想通过打压我来向某些人证明他的实力。只可惜他打错了算盘，他以为我是软柿子，却没想到我是块钢板。现在轮到我反击了。顾城在律所大闹一场后，
并没有善罢甘休，他开始在同学群、在朋友圈，甚至在他能接触到的所有社交平台，疯狂地抹黑我。他把我塑造成一个阴险狡诈、毫无诚信的卑鄙小人。大家千万不要相信上官宇，这个人就是个骗子。他用一份假合同骗我帮他收回了房子，然后又用一份几百万的假债务来坑我。这种人的人品简直烂到了极点。他还把自己在律所撕毁合同的行为美化成不与恶人同流合污的抗争。王丽丽等人立刻跟上，在下面添油加醋，把我形容成了一个现代版的伪君子。一时间舆论对我非常不利，甚至连林浩都打来电话，有些担忧地问我：兄弟，这事闹得有点大，对你名声不好，要不要我出去帮你解释一下？不用，我让他稍安勿躁，让他闹得人尽皆知才好。我准备了一份大礼，要送给所有关心这件事的人。2天后，张教授的生日宴，槟城学术界、科技界乃至政商界，许多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到场祝贺。顾城作为张教授曾经的学生，自然也拿到了邀请函。这对他来说是接近青云计划核心人物的绝佳机会。他打扮得人模狗样，端着酒杯在宴会厅里穿梭，逢人就笑，极尽谄媚之能事。当他看到我和韩律师也出现在宴会上时，他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但他很快就镇定下来，甚至嘴角还勾起一丝冷笑。他认为这是我的鸿门宴，更好，他正愁没机会在张教授面前揭穿我的真面目。他主动端着酒杯朝我走来，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周围的人都听到。哟，这不是上官宇吗？怎么坑了同学的房子，还有脸来参加恩师的寿宴？他一开口就把我放在了道德的审判席上。周围的宾客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我还没说话，韩律师就上前一步，冷冷地看着他：顾先生，请注意你的言辞，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诽谤？我说的哪句不是事实？顾城有恃无恐地提高了音量：你敢当着张教授和这么多前辈的面说你没用假合同骗我吗？你敢说你没捏造几百万的债务来坑我吗？他的声音越来越大，成功吸引了全场的注意，所有人都停下了交谈，看向我们这边。张教授也闻声走了过来，皱着眉头：怎么回事？吵吵闹闹的，成何体统？顾城一看张教授来了，立刻换上一副痛心疾首的表情，对着张教授深深一鞠躬：老师，对不起，是学生失态了，只是我实在是不忍心看您被某些品行不端的人蒙骗。他指着我，声泪俱下地开始了他的表演。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无辜的受害者，把同学会上发生的事情添油加醋地讲了一遍，重点渲染我如何言而无信，背信弃义。老师，您想想，一个人连自己的女朋友和同窗好友都能这么算计，他的心该有多黑啊！这种人怎么配做您的学生？我今天斗胆把事情说出来，就是不希望老师您一片真心，错付了人。他这番话说得慷慨激昂，不明真相的人恐怕真的会以为他是什么正义的化身。一些宾客开始窃窃私语，看我的眼神也变得异样起来。王丽丽不知从哪个角落钻了出来，适时地补充证据：是啊，张教授，我们好多同学都可以作证，上官宇就是个人渣，不仅骗顾城，还把许晴害得好惨。许晴，听到这个名字，我心中一动，我没想到他们竟然还把许晴也拖下了水。我环视全场，
没有看到许晴的身影。张教授的脸色越来越凝重，他看着我，沉声问道：“上官宇，顾城说的可是真的？”我迎着所有人的目光，平静地说道：“真假与否，不是靠一张嘴说的。”我转向顾城，淡淡一笑：“你不是说我捏造债务吗？你不是说我骗你吗？证据呢？拿出来！”顾城被我问得一愣，随即梗着脖子喊道：“那份合同都被我撕了，你想让我死无对证吗？”撕了，我笑了。幸好我们律所有监控。韩律师点点头，拿出一个平板电脑，点开了一段视频，正是那天顾城在律所大闹的监控录像。视频里，他歇斯底里地吼叫着：“我不签，我不接受！”然后亲手将那份他声称能证明我罪行的合同撕得粉碎。视频声音清晰，画面高清，真相不言而喻，是他自己放弃了权利，现在却反咬一口，说我骗他。顾城的脸瞬间长成了猪肝色，这是你们剪辑的？他还在做最后的挣扎，是不是剪辑的？可以请专业机构鉴定。我云淡风轻地说道：“不过，我们今天不说这个，我们来说点更有趣的。”我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最终落在顾城那张惊疑不定的脸上。你说，我捏造了800万的债务，其中有一笔是向我的恩师张教授借的100万，对吗？没错。顾城以为抓住了我的把柄，立刻大声说道：“你就是利用老师对你的信任来伪造证据。”我笑了，然后我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动作，我对着张教授深深地鞠了一躬：“老师，对不起，今天这个场合本不该谈这些，但是有些人为了自己的私利，竟然开始往您身上泼脏水，甚至试图玷污您和我父亲之间的情谊。学生不能再忍了。”父亲这个词一出，全场哗然，顾城的脸上也露出了迷茫的表情。只有张教授，他的身体猛地一震，浑浊的眼睛里瞬间涌上了激动和一丝愧疚。我直起身，看着一脸懵逼的顾城，一字一句地说：“顾城，你根本不知道，你所谓的我捏造的那笔100万借款究竟是什么？那不是借款，那是我父亲上官宏留给我的，是我父亲当年和张教授一起合作研发星辰芯片项目时应得的技术分红。”什么？上官宏？那个英年早逝的天才工程师？我想起来了，当年的星辰项目就是张教授和上官宏一起主导的。可惜项目成功的消息传出没多久，就听闻上官工程师意外去世了。原来上官宇是上官宏的儿子，难怪他这么年轻就有如此成就。宾客中，一些年长的了解内情的人已经开始低声议论，而顾城则彻底呆住了。他显然也听说过上官宏这个名字，但无论如何也无法将这个传说中的人物和我这个平平无奇的大学同学联系在一起。张教授此刻已经老泪纵横，他走上前来，颤抖地抓住我的胳膊：“小雨，你这孩子何苦呢？”我对着老师安抚地笑了笑，然后转过身，继续对着顾城这个把我逼到不得不揭开伤疤的小丑说出了埋藏多年的真相。我父亲去世后，这笔钱张教授一直想给我，但我拒绝了，因为我知道星辰项目虽然成功了，但后续的产业化和推广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我告诉张老师，这笔钱就当是我父亲继续投在项目里的，我不要钱，我只要一个机会，一个能让我亲手完成父亲未竟事业的机会。所以这几年
我一直跟着张老师，从最基础的研究员做起。我拼命学习，拼命工作。我做梦都想把星辰芯片真正的推向世界。我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所谓的事业有成，不是靠什么坑蒙拐骗，是我一分一秒，一个一个代码敲出来的，是我继承我父亲的遗志挣回来的。至于那套房子，是我用星辰项目的第一笔市场化收益买的，每一分钱都干干净净。我把它写在我当时最爱的女人的名下，我以为那是幸福的开始。我为了凑够整数，向老师、向朋友们周转，那些所谓的债务根本不是用来坑你的工具，那是我为了一个家真实背负的压力。我的声音不大，却像重锤一样敲在场每一个人的心上。真相大白于天下，所有的误解、抹黑、诽谤，在这一刻都成了苍白无力的笑话。我不是阴险的小人，而是一个忍辱负重、继承父亲遗志的孝子。我不是背信弃义的骗子，而是被最信任的人背叛的可怜人。全场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顾城身上。那目光里不再是好奇，而是鄙夷，是愤怒，是深深的唾弃。他们仿佛在看一个跳梁小丑，一个为了私利不惜往一个英雄的儿子，一个逝去的英魂身上泼脏水的无耻之尤。顾城的脸已经不能用调色盘来形容了，那是死灰，是世界末日来临前的死灰。他想逃，但他的双腿像灌了铅一样动弹不得。他想辩解，但他的喉咙像被堵住了一样，发不出任何声音。他知道，他完了，在滨城的这个圈子里，他社会性死亡了。青云计划，别说项目了，他以后在这个城市恐怕连一份正经工作都找不到了。不是这样的。他终于挤出一句话，声音微弱的像蚊子叫，是许晴告诉我的。他说你人品不行，肯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手段才发的家，是他怂恿我这么做的。祸水东引，垂死挣扎，真是可笑至极。到了这个时候，他还在想着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够了！张教授终于忍无可忍，发出一声怒喝。他指着顾城的鼻子，气得浑身发抖。我怎么会教出你这种颠倒黑白、毫无廉耻的学生？你不仅诬陷你的同学，你甚至还想玷污你师兄的声誉。你给我滚出去！我没有你这样的学生。保安！张教授对着门口喊道，把这个人给我轰出去。从今以后，我不想再看到他。2个保安立刻冲了进来，一左一右架住已经瘫软如泥的顾城，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出了宴会厅。王丽丽等几个顾城的跟班早就吓得躲在角落里，大气都不敢出。此刻见主子倒台，更是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一场闹剧终于以一种最彻底、最淋漓尽致的方式画上了句号。寿宴结束后，我拒绝了张教授留我吃饭的好意，独自一人离开了酒店。我没有回那套空荡荡的房子，而是开车来到了海边。我脱掉鞋，赤着脚踩在柔软的沙滩上，任由冰冷的海水一次次漫过脚背。海风吹散了宴会厅里所有的喧嚣和嘈杂，也吹散了我心中最后一丝郁结之气。报复的快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烈，更多的是一种如释重负的平静。缠绕我3年的噩梦终于醒了。手机响了，是林浩。兄弟，牛逼！我刚看了同学群，炸了！你寿宴上的视频被人传上去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真相了。顾城彻底臭了。王丽丽那几个墙头草现在反过来在群里把他骂得狗血淋头。
拼命跟你撇清关系，痛快，太他妈痛快了！林浩在电话那头兴奋地大喊。我笑了笑，意料之中。对了，还有个事。林浩的语气忽然变得有些犹豫。许晴，他在群里发了一段很长的道歉信，声泪俱下的说他知道错了，说他是被朱由蒙了心，被顾城骗了。他还说他想见你一面，求你原谅。原谅？我看着远处的海天一线，眼神平静而疏离。这个世界上有些错是可以被原谅的，但有些不行，背叛就是其中之一。不用理他，我淡淡的说道。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林浩笑了起来。放心吧，兄弟们都站你这边，没人会同情他的。挂掉电话，世界再次恢复了宁静。我不是圣人，做不到一笑泯恩仇。顾城和许晴，他们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而这个代价绝不仅仅是身败名裂那么简单。几天后，韩律师给我带来了最终的战果。上官先生，我们已经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以诽谤罪和商业诋毁罪起诉顾城。我们提交了充足的证据，包括他在多个社交平台的言论截图、律所的监控视频、寿宴上的完整录像，以及多位证人的证词。另外，青云计划的办公室也给我们出具了一份证明，证实顾城在竞标期间曾多次恶意诋毁作为竞争对手的您，意图不正当获利。从目前来看，我们的胜算很大。他不仅要面临公开道歉、赔偿您的名誉和经济损失，甚至可能要面临牢狱之灾。听到这个结果，我的心里没有丝毫波澜，这是他应得的。许晴呢？我问道。韩律师的语气有些复杂，他的情况不太好。顾城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他身上，认为是他害了自己。我听说顾城去找过他几次，两人闹得非常难看，他被原来住的公寓房东赶了出来，现在好像是租住在一个很偏远的城中村里，工作也找不到。前几天他通过各种方式联系我，表示愿意出庭作证，指证顾城的一切行为都是他主导的，希望能换取您的谅解。你回绝他了？是的，韩律师说道。我告诉他，法庭需要的是事实，而不是交易。我们不需要他的证词，也能让顾城罪有应得。至于您的谅解，我告诉他，那是非常昂贵的奢侈品，他买不起。干得漂亮！我无意去关注一个背叛者的下场如何，他过得好与坏，与我再无半分关系。我只是将他从我的世界里彻底地、干净的删除了。尘埃落定，阳光正好。我站在滨江1号那套房子的巨大落地窗前，俯瞰着这座我奋斗多年的城市。房子里空荡荡的，只有阳光洒在地板上，拉出长长的光影。但我没有感到孤单，反而觉得前所未有的开阔和自由。我甩掉了一个累赘，撕开了一个谎言，挣脱了一副枷锁。我还赢回了父亲的声誉，守住了自己的事业，也看清了谁才是真正的朋友。手机响起，是公司技术总监打来的。上官总，好消息，我们和欧洲那边的合作初步意向已经达成了，星辰马上就要走向世界了。我笑了，拿起桌上的一张相框，照片上是一个笑得温和儒雅的中年男人，眉眼间和我颇有几分相似。爸，您看到了吗？我轻声说。窗外是万家灯火，车水马龙，一个故事结束了，而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是的，这才是爽文该有的结局，干脆利落，大快人心。背叛者一无所有，在悔恨和泥沼中挣扎，而我
站在更高处，迎接着属于我的更广阔的星辰大海。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